大人何事匆匆召我回来？你看看这个，荣家发的悬赏令。锦绣万花谷是宋刻真本，荣善宝估计要用这个讨好太后。你怎么看？大人若是放心，此事就交由我吧。你有何办法？ 还请大人静观其变，我定会让荣善宝坠入深渊。这几日荣家的事闹得人心惶惶的，我看他们全然没有了炒茶的心思，甚至还毁了很多新下的茶叶，索性就叫他们去歇几日。也好。善宝，你可知是什么人对荣家下的手？ 自然最是厌恶荣家之人，毕竟前些日子，他刚在我们茶园里丢了面子，还折了心腹。他如何指使得了荣家的人？大小姐，有人接了悬赏令，找上门来了。这几日警醒些，蒋玉谦居心不良，定不会放过这个让他受过辱的地方。 我明白的，请他进来。进来吧。锦绣万花谷，在你手里。小姐，我当年从魏家逃出来，躲躲藏藏这么多年，如今更是没脸回去。此事还请你保密。 莫要向魏家透露我的行踪啊！我只为锦绣万花谷而来，其他事与我无关，我自然不会多嘴。悬赏令上，荣家允诺的一个条件，当真什么都可以。荣家能做到的，都会让你如愿。好，请随我来。小姐，你先坐。书被我放在里屋了。 还请小姐先写了字据，我这就进屋拿出来给你。好。小姐。 去报官。哎呀，老魏啊，魏兄，你看看。 我又给你酿了一壶新酒。魏兄，老魏，
不好，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大人，不好了，荣大小姐被抓了。老夫人的腿好些了吗？还是下不了床，倒是能动弹一二。这身子本就是要慢慢养，假以时日，老夫人定能恢复如初。躺了这么些日子，也就你时不时的来看看我，那个没良心的丫头，指不定还在记恨我，至今都没露过面。祖孙间能有什么隔夜仇？老夫人，您如今最重要的就是静养，家里的事自有几位小姐处理。我怎么总觉得最近府里好像安静了许多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是我的一些私事，我先告辞了。改日再来看老夫人。嗯。你当真没有听错？荣小姐杀人了？绝对没错，有人亲口指认，已经闹上公堂了。大人，小人是魏州家的邻居，我看到他们三人进了屋之后不多时啊，忽然荣小姐的婢女就匆匆忙忙地跑了出来，没成想一进屋之后，就看见我那好邻居满头是血倒在了地上啊！你确定今天只看到荣小姐和她的婢女进了那屋里面？是。小人其实一直就在屋外守着呢。当时我拎着酒进去，看见魏州家门窗紧闭，只有荣小姐一人在场。你匆匆看了一眼，就注意到了窗户，可真是细心。那怎么了？我们是多年的邻居，所以我是知道的。他家里只有一扇窗户，自然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荣小姐，本官知道你为了受理一事费尽心思。但也不能为此害人性命吧？我去魏州家里，的确是为了锦绣万花谷，可他独自去屋里取书才遇害。什么人杀他，为何杀他，我都不清楚。我随他前去是做交易的，凭什么指认我谋财害命？道理啊！可是只有他的人就是他杀的。启禀大人，其实我那邻居此前跟我提到过。他想用手里的那套书换取荣家一半的家产啊！的确，他这么做是贪心了些。可是荣小姐，你若是不愿意给的话，不至于就此害了他的性命啊！人已死，这些话自然是你随便编造。荣善宝，魏州与你独处时被谋害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他说我谋财害命。那我谋的锦绣万花谷又在何处？这还用说吗？他的贴身婢女仓皇逃走的时候，想必就已经把赃物给带走了。大人，我劝你要好好的审问他，相信在大刑之下，他定然会招供的。来人，巡抚大人。审案判刑是我的分内之事，蒋大人怎么屈尊降贵亲自来查案了？你和荣善宝私交甚密，此案你应该避嫌。哦，那蒋大人也曾和荣小姐在茶园对峙，是不是也要避嫌，免得叫旁人误会你徇私报复啊？我请了罗大人旁听此案，
了？难道你说罗大人也不公平吗？罗大人自然公正严明，只是此案还有太多蹊跷之处。蒋大人就此想要行刑，难不成是想屈打成招吗？陆将来，你把私情用到公堂之上。蒋大人莫要转移话题，我说的是此案蹊跷。和死者同处一室，难道就是凶手吗？这未免也太武断了。全民皆知，荣善宝为了锦绣万花谷费尽心思，凶案现场就只有他一个，杀人动机已然查清，这叫武断吗？如今锦绣万花谷还不见踪影，当务之急还应找到此书的下落，而不是对无辜之人行刑。既然二位争执不下，那么此案就由本官亲自来审。此事因受礼而起，太后圣寿，理应普天同庆，定不能沾上人命。荣小姐，荣家在临济的权势，本官这几日已经领教了，先是毁了寿礼，后是沾了人命，此事要是做实了，谁也保不住你们荣家。来人，将荣善宝先行收押。是。大人不必忧心，魏州和其邻居都是我安排的人，他们根本就没有锦绣万花谷，只要杀人动机在，任凭荣善宝巧舌如簧，也脱不了罪。魏州是怎么死的？自尽。魏州疾病久矣，本就时日不多，他想给自己那个随娘改嫁的女儿留份嫁妆，我便出了重金买下了他的命。此案不管怎么查，都只有荣善宝一个凶手。妙啊！不过白郎君，你手上沾了人命，不怕以后会影响你仕途吗？此番就算是我向大人的投诚，我日后的路还要多仰仗大人。你放心，日后我定会扶你上青云之路。安兄，这是想去哪儿啊？安兄，我要回荣府了。临行前来提醒你一句，人不能太贪心，想要过安稳生活，就得放弃点什么。借一步说话。从始至终，你们都是在骗我。你不会真的以为天上会掉馅饼吧？你应该庆幸自己还有利用价值，不然谁会把你放在眼里？你在巡抚衙门待的也不错，总好过那个薄情寡义的荣二小姐都不肯承认你的存在。她并非薄情寡义之人，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。蒋大人并非是什么好脾气之人，我劝你莫要再犯糊涂。为蒋大人效力，他绝对不会亏待你。待荣家倒台，你和你的女儿
都会一飞冲天。快些，别太长时间了。燕郎君，你怎么来了？他们在冤枉你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有脱身的法子吗？他们挖好了坑，等我跳，势必要剥我一层皮。你上次问我的问题，我想好答案了。什么？我愿意，大小姐，我愿意留下来，就算没有荣家，我也愿意。自小到大，我的每个抉择都要经历再三的权衡。可是那日，我没有及时回答你的问题，我懊悔了好几日。我想，这就是我的答案。哪怕这次你再无翻身之地，我也会想尽办法把你救出。哪怕日后亡命天涯也无妨，只要你信我。救不了人就闭嘴。好好的，为何要亡命天涯？叶郎君，我要同荣小姐聊案情，还请你回避一下。燕郎君先回去吧，你的心意我知晓了。瞧瞧，一个洁白无瑕的佛子，竟愿为了你亡命天涯，可真是让人感动啊！好好说话。你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？找本书，竟能把自己找进牢里来？虎视眈眈盯着我的人太多，防不胜防啊。接下来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我可不信你就此人在。我有个法子，需要你助我一把。要我做什么？我要提前告诉你，此事风险极大，一不小心，你可能也会折进去。那又如何？陪你亡命天涯的人已经有了，我总得占一个同甘共苦的名分吧。五小姐，还有兴致摆弄花草？明日便是第5日，你在荣府来去自由的日子，怕是到头了。看来你还不知道，荣善宝为了寻找寿礼，犯了杀人案，你们荣府祸到临头了。不可能，他才没有那么蠢。往往就是聪明人容易犯错。是你陷害的他。我当初还是不够狠，应该让你死在江里才对。可惜让你失望了。老天爷不收我。荣一叔，我给你一条活路，好不好？你去指认是荣善宝心存怨恨烧了茶王树，
我就求蒋大人饶过你，并且再给你分一座荣家的茶山。我们荣家的女儿，可以为了夺权而争斗，断不会为了苟活而互相残杀。到了，苗儿，击鼓。这是怎么了？有人在击鼓，是个小姑娘。这套锦绣万花鼓，乃我魏家的藏书。当年抄家的时候，被家人藏在屏风里，才没被搜去。这些年我一直藏着，无论生活多难多苦，我都忍着，撑着，再撑一撑，想着真是到了过不下去的那一天，再拿出来换钱。万幸的是，我们魏家平反了。昨日我听我孙女说，城里因为此书出了命案。哎呀，我这心里呢，着实的忐忑不安呐。因此，便携了此书，一同赶过来了。你说，这就是锦绣万花谷？没错，当年魏克俭建楼藏书，并把这套宋刻当作镇宅之宝。藏书楼起火之前，魏克俭就将此书藏了起来，机缘巧合才到了我的手里。若是此书在你手里，那昨日接了悬赏令却死于非命的魏州就说了谎。如此一来，荣大小姐的杀人动机就更加子虚乌有了。是与不是，岂能听一人之言？蒋大人先前不也只是听信了魏州邻居一人的供词吗？真的锦绣万花谷既已现世，就证明魏州与麒麟居心不良，说不定是他们合谋想要诓骗荣大小姐，却因分赃不均起了内讧，失手杀人后嫁祸荣大小姐。如将来，你的推理也太过随意了吧？蒋大人只凭借只言片语，就断定荣大小姐为了一套书而杀人，难道就不随意吗？一派胡言！够了！此案疑点重重，岂能妄加揣测？先找人验明此书真伪，待明日，本官自会查得水落石出。罗大人英明。虽然我当时说的理直气壮，但细想下来，仍有几分心虚。那常氏妇人虽然愿意为了念及我沈安的恩情，拿了一套假的锦绣万花鼓来作证，但假的终归是假的。倘若被发现，那可是罪加一等，彻底洗不清了。我先前就告诉过你，此事风险极大。我不担心我自己，只担心你能否善良。活中间悬赏了这么多天，都未寻得此书的踪迹。料想此书，说不定就是毁在了藏书楼的那场大火里面。说不定。荣大小姐，你行事何时变得似是而非了？你忽略了一件事。什么？没有几个人见过真的锦绣万花鼓。那你想过该如何收尾吗？难不成你真要拿一套假的宋刻送给太后？那可是重罪。真的宋刻已经不存在。如今我们说常氏夫人手里是真的，那就是真的。你是不是瞒了我什么？你帮了我这么多忙，我早就对你知无不言了。
那荣善宝真是胆大的不知死活，竟然想到用这种法子来破局。那老夫人承过陆将来的恩，定是被他们利用来作假。这是好事，陆将来自己赶来送死，我们可以一网打尽。好，我这就去叮嘱那个邻居，咬死荣善宝杀人一事。他若敢动摇，没那么麻烦。你过来看看。真正的锦绣万花谷在我手里，是荣善宝自己装到刀锋上。此书当真？这是我以前从魏克俭那里得到的，货真价实。你就说这本书是你搜到的，安察妇女现在在衙门，你再给荣二小姐送一封信，叫她出来作证。说在你那里看过这本书，让荣善宝永远无法翻身。大人放心，我定完成使命。丽儿乖，一会儿啊，爹爹跟你玩个小游戏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们都不要出声，好不好？真乖，来，爹爹啊，用这个把你先蒙起来，好不好？这边，他们从这边跑了，快，分头追！是。丽儿乖，前面那个茶园是你曾经住过的，你还记不记得？爹爹和你做个游戏，咱们比一比，谁先跑到谁就赢，好不好？来，就那个方向，快去！爹爹马上就来。丽儿乖，记得到茶园找那个曾经照顾过你的大姐姐。快点跑，别摔倒了，别回头。说，你女儿去哪儿了？还不说，打！住手！这个傻子！我魏氏也曾蒙冤受苦，受尽屈辱。今日我站出来，就是不想再出现第二个魏氏啊！不想让无辜之人
再蒙冤受苦，锦绣万花谷一直是我藏起来的，从未流落到外人之手啊！此书珍稀，承载了古往今来先人们的智慧，不该沦为构陷污蔑的赃物。内宅夫人竟有此等胸怀，我等在朝为官，更应明察秋毫，伸张正义。罗大人，不知送客演得如何了？荣善宝，本官问你，你当真不知魏州因何而死吗？罗大人，先前我就已言明，我去魏州家里为的是做交易的，买卖不成仁义在。荣家从未有过仗势欺人的先例，更毋庸提杀人越货了。至于魏州为何会死在门窗紧闭的屋里，怕是只有他自己和这位好邻居知晓了。这魏州死的时候，我又不在屋里，哎，你凭什么污蔑我？你并未亲眼看到我杀人，只是看到魏州死后和我同在一个屋里，你又凭什么污蔑我杀人？罗大人，此案已经非常清晰。有位大人物因过去的恩怨对我怀恨在心，知道我在找锦绣万花谷，就以此设局引我入魏州家，而后又杀人嫁祸于我。魏州之死，本官自会查清。既然实证不足，荣善宝，你可先回荣家，但此案查清之前，不得离开临济。多谢罗大人。老夫人，哎，您的锦绣万花谷，我狱中金求购，不知您可否割爱？大小姐喜欢，送给您就是了。我只求，若魏氏后人遇了难，大小姐能施以援手就好。好，我应下了。谢谢。罗大人，锦绣万花谷是无数人心血凝结之作，书本无辜，不该沾染世俗利欲。我斗胆以此物作为寿礼，还请罗大人收下。且慢！罗大人，此本锦绣万花谷是假的，真的在我手里。草名姓白，字颖生，是万丰书院的学子。自小酷爱收藏旧书，这本宋刻我收藏了2年。前几日听闻有人拿此书以假充真，便跋涉赶来。真假之事本与我无关，只是我读的是圣贤书，见不得有人拿此物欺君罔上。魏氏，你作何解释？你说你拿的是真的，如何证明？仿刻自然不如原版精良，此二者差距之大，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。蒋大人，听闻你也爱好藏书，不如您帮我辨一辨这真伪。好。
丽儿，丽儿，醒了。二小姐，蒋一谦和白影生想要谋害大小姐，还有那个魏州，他和他的邻居也都是他们的人，他们还想利用丽儿来要挟你帮他们串供。丽儿呢？她有没有安全到茶园？抱歉。香菱在照看丽儿。那就好。对了，今日是不是庭审？我可以去作证。我亲耳听到了白影生和蒋一谦之间合谋。你拼死从巡抚衙门里逃出来，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？对不起啊，之前是我听信了谗言，所以才害了你。但凡可以补救，就算拼了这条命，我也愿意。看来之前是我看清了你。有你这样的爹爹，难怪丽儿会骂我是坏人了。啊，这不是我教的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我得赶紧去衙门。哎，你现在能在我院子里，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吗？以我的藏书经历，白影生这本宋刻才是真本。承认了就好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罗大人，民女要状告临济巡抚蒋一谦贪赃枉法，为一己私欲冤害无辜，逼得卫士家破人亡。胡说八道！荣善宝，我虽然跟你有过节，但也不能这样诽谤我。本官从来没有收过1分1毫贿赂，一身清白，天地可见。蒋大人不曾受贿为真，一身清白却未必。卫士不仅经营茶园，还专门建楼藏书。蒋大人曾多次向卫士借来珍贵的名卷刻印，然锦绣万花谷乃魏家镇宅之宝，蒋大人3次商借都被婉言回绝。你被卫士驳了颜面，早就对魏家深怀不满，所以才武断判决魏克俭杀人。后魏家反控不休，你为掩盖错判，唆使审案县官判死魏家，但有不从的官员，一律打入监牢。对那徐松男断女尸、驱杀人证更是视而不见，直至案破，你依旧不肯放过杨氏。你是污蔑本官，全是凭空污蔑，是假的。蒋大人方才已经亲口承认这套宋刻为真，这是你亲手给白影生的，也算是自招罪证。大人，锦树草民方才蒙骗，此本锦绣万花谷确实是蒋一谦大人所教，让我指认荣大小姐。此前我一直住在巡抚衙门，实为搜集蒋一谦罪证。你们沆瀣一气，想谋害本官，你们还杀了人，你们才罪孽深重。莫怕，诸位莫怕，小人乃是杂耍艺人，
最善避弃假死之术。荣善宝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回大人，我曾从杨氏口中听说过锦绣万花谷的存在，后有知晓蒋大人曾索要被拒，所以我查到此书失踪后，便心有怀疑，这才让白隐生去到蒋大人身边探一探底细。在追寻此书的过程中，我从衙门的一老书吏口中得知，蒋义谦和魏克俭的恩怨，只是苦于无实证。我知晓蒋义谦心胸狭隘，早已视我为眼中钉，所以才设下此局，引蒋义谦自己拿出罪证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还请罗大人彻底详查，拿问祸首，不要冤了良善之家，屈了天理公义。蒋义谦行事不谨，为祸一方。来人，将他押下去。大人，冤枉！大人，罗大人，冤枉啊！罗大人，冤枉！罗大人，荣善宝，此案虽另有隐情，但你造假命案，戏弄公堂，也是大不敬。请大人屏退左右，我有话想告诉大人。都退下！都回去吧。好了，走了啊，快走吧。走吧。陆大人。荣小姐，你有何话要说？大人，我献给太后的寿礼，不单单是这套珍贵的宋刻，而是这套书背后的案子。官清民安，官恶民伤，太后和圣上福泽万千，然权柄之下，福祸相依。我作为一介平民，不涉朝政，也意愿国泰民安。我真正进献的寿礼，就是尽绵薄之力，除一方贪吏，护官场清明。本官还真是小看了你们荣家。烟雨漫过长亭霜，景色破碎于旧月光。你眼底浮动的星芒，是前朝未解的记账。若山河是褪色的诗行，我愿作笔锋，千年守望。烽火燃尽时，问你眉间苍凉，爱是永不坠落的晨光。莫向迎头江湖长，剑影割裂浮世画。你掌心交错的迷惘，困住我轮回的流浪。把誓言刻进断崖怎样？任风沙世故不肯相忘。当情势坍塌，趁几分飞扬，你仍是不灭的信仰。同类遥行菩提下，古茶眼角悬时光。踏碎旧万场，岁月风华，只为寻你半句回答。若人间中尘荒凉梦长，爱是刺破虚妄的寒芒，在洪荒尽头共写天地辉煌，用亘古心跳做重整。我向云头江湖长，剑影割裂浮世画。你掌心交错的
迷惘，困住我轮回的流浪。把誓言刻进断崖残阳，任风沙世故不肯相忘。当情绪它暗它成气氛飞扬，你仍是不灭的信仰。同里有幸菩提香，古茶眼角深时光。打碎旧万场雪月风华，只为寻你半句回答。若人间终成荒凉梦茶，爱是刺破水网的寒芒。在洪荒尽头共写天地文化，用亘古心雕作终章。此书当真？这是我以前从魏克俭那里得到的，货真价实。《锦绣万花谷》是南宋的大型类书，相当于现在的百科全书。书里记载的内容有天文地理、诗词歌赋、养生偏方，甚至还有美食段子。比如苏轼的东坡肉，可能最早就出现在这儿。把古人的智慧分门别类塞进100多卷书里，文人写文章能引用典故，老百姓也能学点生活妙招。只可惜原书大部分都已经丢失了，剩下的部分成了研究古代文化的藏宝图，连《全唐诗》都靠它补漏。